好，这一块地方有点空，这一块我们加一朵远处的、比较远的地方的一朵花。那我们今天没有背面的，我们就加一个背面的。背面呢，我们要先画出花的一个花托，我们在背面就看得到它花托。好，我们先画一个花托，大概加在这个位置。画出花托，然后画的这个枝干，淡的啊。它既然在后面这个层次，那肯定就是比较淡一点的层次。也是要画一组叶子。我们先把这个花画下来。花我们还是用这个红色，底色还是用前面的那个底色。那个钛板里面加了一点玫瑰红的那种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根部这里开始画，画一朵这种红色的，因为这个红色只有这个花苞。我们再画一朵这个背面的这个花，也是用这个红色，不然这个画面就只有那个花苞是红色的，没有这个红色。好，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这些比较虚的花瓣，我们就这样去点它就可以。后面的我们加一点胭脂。画一朵背面的。这里让它露出一点点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
不要让它太圆了。好，淡淡的一朵就这样。我再加一组叶子。后面还有一些淡的层次。这片叶子要画在这朵花上面，遮住这朵花，但是现在还没干。
这里出来一个，往上。现在就这一块就比较饱满，勾上一些淡淡的，勾上一层液晶。待会儿这里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加上那里再加一片叶子。那我们再远看一下，需要哪里需要调整。刚刚有一些地方加一点小嫩芽，对，感觉这个孔雀要吃这只小嫩芽。再来看一下画面，我们再把这个下面这些加上这个黑色的，加上一些苔点，用这个3绿。好了，这幅画就这样完成。这一朵花上还要加上一点花心。这朵不加花心也可以哈，那朵可以不加花心。现在有点皱，所以效果不好。到时候，把它裱好之后再拍。我们现在再把整体画面全部看一遍，然后看一下这个颜色上有哪一些是需要调整的。然后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孔雀的这个肚子，这个肚子的白还不够白，然后我们要它的这个白度，它这个白度要达到这朵花这么白。因为这个整个画面最后的时候你要讲究这个呼应。所以为什么整幅画的这个花，我们都是差不多同色系里面去变。就像这朵花里面，它有这朵花的颜色，这朵花里面也有这朵花的颜色，就是每一朵花里面都会有一些相同的颜色，然后在相同中又有一点渐变。然后我们整个画面也讲究这个呼应。就像这朵紫色的这一朵哈，中间的这一朵紫色的这个半开的。大家看一下，
这一朵就像这一朵紫色的，它如果说只有这一朵的话，它显得有点孤独了。然后我们不是在这个边上，在这个孔雀这个，在这个孔雀的这个边上，我们加了一朵这个紫色的，让它有一个呼应。那么这个孔雀的这个白，这个白现在我们看到它不够白，我们要把它加到刚刚那朵白色的花那么白。那么怎么加？我们就只能加太白。那我们就调点太白往里面往上面加，让这个白再升一个度。直接用太白。直接用太白，这个笔洗一下，只用笔肚里面的水就可以了。调这个太白，然后来扫，还稍微有点湿哦，水分有点大。我们要稍微干一点，这个笔里面的水还是要干一点。笔肚里面的水稍微干一点，我们尽量把这个毛笔有点散开的这种散锋，让它散锋，这样去扫它。扫出来隐隐约约有一种这种羽毛的这种感觉。不用特意的，如果说你扫不出羽毛的这种感觉，全部直接把它涂白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太干了有点走不动，太湿了又晕到一起，所以我们要适当。它太干了，你笔尖可以沾一点点水。这个白度应该是差不多可以的。渐变啊，这种后面不要扫得太实，要稍微的有一种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。这个赭石黑色和这个白色要有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，不能扫得太齐了。好，差不多。我们再看一下，特别白啊，特别白，白的特别白，让它提出来。这里的白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，把这个孔雀亮出来。白的让它最白，突出这个孔雀。这幅画面的话，还是这个孔雀还是主角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提白，让它在这个画面上是最亮的。这个上面也是有一些白。要让它亮过这个花。
这个山的话还有一点，我们还把这个山也再加白一点。我们用一点这个花青，这个白里面加一点花青。因为这是在仿古纸上，如果不是仿古纸的话，我们用的这个白纸的话，我们直接把它留白就可以。因为有一些石头它是比较白一点，看画面，我们画面要让它暗下去，我们就让它暗；如果画面想让它亮上来，我们就把它亮上来。这个并不是说，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不能说，我们的实物不能看实物，要看画面。让它这一块亮起来。好，我们这个白的话也不要整个都加，就是有一块。把这个山，把这个石，我们再软，用这个花青再软一下。让它的颜色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变化。花青，淡淡的一层花青色。好，把这个石头用这个花青，淡淡的花青，让这个颜色再平均一下。整合一下这个颜色。好，加点水，下面深一点，上面我们再淡一点。当然干了之后它颜色会更浅一些。然后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地上的这里用一点三绿，地上我们再用三绿来软一下。调一点淡淡的三绿。下面的这个绿一点。
地面上绿一点，让它远看就感觉是有这种草之类的东西，因为这个是地面啊，这个是石头。像这个后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3绿画一些这个草之类的东西。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就是后面的野草，就是把这个空间感，把这个白不要让它那么白。这里也是一样，均衡一下。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吹风机把它，想它快点干，我们就用吹风机吹一下，等它慢慢干也没有关系，让它慢慢的干。整个画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地方啊。我们前面不是加了一些这个蛋液，我们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，再补充一些，用这个3绿。直接用这个3绿再补充一些这种层次，可以再加一些这种蛋液的层次，让这个蛋液里面有一点这种绿的这种感觉。让这个缝隙里面会有一些这种3绿，这加一些蛋液的层次。这个山下面有3绿，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要出现一点这种3绿，让它在这个颜色上有一点这个呼应色。也不要太多，太多了就花了，这样就差不多。然后我们这朵花昨天没有加花心，其实也可以点一些花心，我们今天把它加上一些花心啊，不加也可以，加上一些也行。如果不加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怪，所以我们还是加一点。点花心可以有分组合，
你看这里这一堆就很多。然后其他的我们就虚一点。我们不要点太多，就点这么多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幅作品就已经完成了。这幅整幅的这个6尺的这个构图，主要我们的第一视节是这个孔雀，然后我们第二视节才是这个牡丹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孔雀的这个肚子还有一些地方提白？提白就是让你第一眼看上去，你一第一眼看到这个图，就视线会马上引到这个最亮的地方。所以说把这个孔雀的有一些地方给提白，就是让它成为我们的这个画眼第一视节。然后这整幅的这个牡丹都是比较淡雅的颜色，就是要衬托，要它淡雅的和这只孔雀这种颜色互相的去衬托。整幅的构图的话，它有一个从这个芭蕉开始起，然后从这个孔雀就是形起形，然后这个牡丹大家可以看到，牡丹是这样子，整个是这样的一个势，从这里转过来，牡丹这里转过来，然后到题字，整个到题字之后就合，整幅构图有一个起形转合的这种感觉。所以说我们在画画的中要很讲究这个构图。画商品画也可以，我们大家就是说家庭挂的这种商品画，我们也会到时候也会做几个构图出来。当然这一幅的话就是非常有设计感的这种构图。这一幅的话大家可以临摹起来，非常好，不管是挂在家里还是挂在哪里都可以，因为整个的气势很大气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。